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今天我們來聊一個真的很有趣的現象。當我們一講到 AI， 你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國家可能是美國或者是中國，對吧？但如果我跟你說，現在有一個國家的 AI 使用量已經衝到了全世界第2名，只在美國後面，你可能會覺得有點驚訝。沒錯，這個國家就是印度。但這個全球第2的標籤背後，其實藏着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故事。這到底是 AI 強權的真正崛起，還是一個被數據美化的巨大迷思？我們馬上來深入拆解一下。OK， 我們這次的分析會分成5個部分。首先，我們會先來看看這個所謂 AI 超級強權的說法到底是怎麼來的。接着，我們會揭開一個關鍵的數據矛盾，這也是整個故事最核心、最有趣的地方。再來，我們會深入去挖，在印度用 AI 的到底都是些什麼人，他們又在哪裡？第4，我們會來探討一種很特別的，被稱為印度模式的 AI 用法。最後，我們會總結一下，這一切對印度的未來，甚至是對我們所有人，又代表了什麼樣的機會跟挑戰。好，我們就正式開始吧。好的，讓我們先來拆解這個故事最吸睛的部分。印度一個 AI 超級強權的迷思，這個說法的源頭其實是來自一份相當有分量的報告，叫做 Anthropic 經濟指數。這份報告分析了 AI 模型 Claude AI 在全球將近100萬次的對話數據，所以它的參考價值是非常高的。這份報告的數據直接就指出來，印度在 Claude.ai 的總使用量上面是高居全球第2名，只輸給美國。你沒聽錯，就是第2名。光是看這個數字，真的會讓人有一個印象，就是哇，印度好像已經是一個全面擁抱 AI 的科技巨獸了。但如果真相真的這麼單純，我們今天就不需要花時間來做這次的深度拆解了，對吧？好，重點來了，這就是整個故事真正有趣的地方。當我們只要換一個角度去看同一個數據，你會發現整個畫面就完全不一樣了。這也就是我們要談的第2個重點，數據的矛盾，一個關於2個天差地遠的排名的故事。如果我們換一個指標，把印度那個超級龐大的人口基數給考慮進去，改用人均使用量來重新看一次，你會發現印度的排名會從全球第2直接雪崩式地滑落到第101名。沒錯，在116個國家裡面排名第111，這個反差真的太驚人了，它完全顛覆了我們剛剛才建立起來的那個 AI 超級強權的印象。所以這就帶出了我們這次分析最核心的謎題。一個國家怎麼可能同時是全球使用量的第2名，又是人均使用量的第101名？這2個極端的數字背後，到底隱藏着什麼樣的真相？要解開這個謎題，我們就必須要更深入地去看，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群人，在什麼樣的地方，用什麼樣的方式，在印度使用 AI。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，為了破解這個矛盾，我們第3步就是要來描繪出印度 AI 用戶的真實輪廓，他們到底是誰？他們又在哪裡？其實答案呢，就藏在地理分布，還有他們的使用行為裡面。深入分析數據之後，我們發現一個關鍵現象：印度的 AI 使用量，它並不是均勻分布在全國各地的，恰恰相反，它呈現出一種高度集中的趨勢。光是馬哈拉施特拉邦佔了 15.5%， 再來是泰米爾納德邦佔了 13.2%， 還有卡納塔克邦的 12.7%， 跟德里的 10.5%。光是這4個行政區加起來，就貢獻了全印度超過1半的 AI使用量，而這些地區正是印度 IT 產業跟科技業的核心重鎮，像是我們很熟的邦加羅爾、孟買、欽奈這些科技大城，就全部坐落在這裡。這就給了我們第一個極其關鍵的線索。目前在印度掀起的這波 AI 浪潮，它的驅動力並不是來自於廣大的普通消費者，而是源自於這個國家本來就已經非常強大的科技業跟 IT 從業人員。換句話說，這其實是一場由專業人士主導的 AI 應用革命，而不是一場全民運動。這個推論還有另外一組數據可以強力佐證。報告就指出，印度用戶使用 AI 來處理跟軟體相關工作的比例高達 45.2%。這個數字不只是全球第一，也遠遠超過了全球的平均水準。
所以，不管是從地理分布，還是從工作內容來看，所有的證據都清清楚楚地指向同一個結論：現階段在印度使用 AI 的是一群高度專業化的科技精英。好了，我們現在知道是誰在用 AI，那下一個更深入的問題就是他們是如何使用的？這群專業用戶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在使用 AI 的方式上有什麼不一樣嗎？這就帶我們來到第4個重點，一種非常獨特的印度模式。為了進行這種深入的跨國比較，報告引入了一個相當精闢的分析框架，它叫做經濟機緣。簡單來說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套用來量化人類跟 AI 如何協作的基本指標。它涵蓋了像是生產力提升的幅度，你賦予 AI 的自主權有多高，還有你讓它處理的任務有多複雜等等這些面向。透過這個框架，我們就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出印度用戶的獨特之處。我們直接來看幾個關鍵指標的數據對比，結果真的很有啟發性。首先，在生產力加速這一塊，印度用戶展現了驚人的效率。他們能將原本需要3.8小時的工作，透過 AI 壓縮到只需要15分鐘就完成，這相當於是15倍的速度提升，明顯高於全球平均的12倍。其次，在應用場景上，他們有超過一半，也就是51.3%的 AI 互動，都跟工作直接相關，這也比全球46%的平均值要高。更有趣的是，他們更願意賦予 AI 自主權。自主性分數達到了3.6分，滿分是5分，也高於全球平均的3.38分。最後，數據也顯示，他們更傾向於利用 AI 去處理那些單靠人類自己沒辦法獨立完成的複雜任務。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，這代表什麼？這其實就代表印度的這群核心用戶，他們不只是在用 AI， 他們是在極致地用 AI。他們是把 AI 當成一個非常強大的專業夥伴，而不只是一個小助理。所以 Anthropic 的報告直接下了一個非常精準的結論。他們說，印度用戶正在科技的最前沿使用這項技術，他們是一群真正的超級使用者，或者說是 Power User。我們繼續聊下去。綜合以上所有的發現呢，我們終於可以回頭來回答一開始的問題，並且來看看這對印度的未來到底意味着什麼。這就是我們最後一個重點，前方的道路是機會與挑戰並存的。首先，機會的部分是顯而易見的，數據已經非常明確地證實，在印度的科技產業裡面 ，AI 正在掀起一場驚人的生產力革命，把將近4個小時的工作量壓縮到15分鐘內完成。這不是科幻情節，而是正在發生的商業現實。這也初次展示了 AI 在處理高價值、高複雜度任務時的巨大潛力。我們可以想象，如果這個高效協作的模式能夠被成功的複製到其他的產業，它所能創造的價值將會難以估量。但是挑戰也同樣非常嚴峻。全球第2和101的這個巨大鴻溝，清清楚楚地揭示了印度社會內部的結構性問題。AI 的使用者高度集中在特定的地區、特定的產業。如果想要讓 AI 的紅利擴散到整個國家，那就必須要克服像是收入不均、數位基礎設施的落差，以及 IT 產業以外的技能普及等等這些根本性的障礙。這次的分析到這裡，其實留下了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：印度這種精英集中式的 AI 導入模式，也就是說，先由一小群頂尖的專業人士，在一個特定的領域內把 AI 的潛力發揮到極致，然後再逐步擴散。像這樣的模式，會不會成為未來全球其他國家或者其他產業在導入 AI 時的一個重要藍圖呢？這點真的非常值得我們持續觀察。好，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。第一，印度 AI 使用數據的巨大反差，揭示了它用戶高度集中的現實。第二，目前這股浪潮是由 IT 精英主導的，他們正用最前沿的方式將 AI 應用於複雜的專業工作。第三，這種印度模式既展現了 AI 巨大的生產力潛力，也凸顯了未來要把技術紅利普及到整個社會所面臨的結構性挑戰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